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蓝先生。订阅我会定期和大家分享一些国内的一些小圈的故事以及纪实。那么前几天大家给我的反馈还是比较喜欢哈尔滨这对 S 的一些调教，所以我们今天接着更这个哈尔滨这两位 S 的一个调教啊。这个周四，然后呢，这个小李啊，也是一个外地网友，他在推特上看到 S 发的这个圈养的几个模式啊，其中有一种就是叫缅甸式，只要玩不死，就是保证玩不死的那种吧，什么都可以玩的那种模式，死亡模式吧。然后呢，他就非常心动啊，正好呢，这个雷 S 啊，正好在上海，离的呢也不特别远。然后呢，在电报里问了问。圈养之后就家门槛，就是取得了联系方式吧。然后在聊的时候呢，这个 S 呢就问他要不要双 S。这个网友呢，小李啊，正好没有尝试过双 S， 他就想体验一下，所以呢也就答应了。计划是周六下午4点开始圈养，然后呢一直到周日的下午4点，24小时吧，也24小时结束。周六啊过去的时候，中午在高铁吃了一份自热饭，下午呢又在上海的酒店门口啊，怕饿了又买了一根烤肠和一个鸡柳。因为开始圈养之后呢，不知道这一天会吃到什么，所以呢这个网友还是比较聪明的，提前买了一根肉肠和鸡柳。然后呢，他是周六下午3点多的飞机啊，来到了这个 AS 和加 S 的住宿的酒店的楼下。然后等了30分钟啊左右呢，就被告知了房间号码，然后他就上去了。找到房间后开始敲门，开门的是加 S， 也是哈尔滨非常出名的一个 S 啊。可能很多同好可能会知道是谁啊，那我们就不要说他全名了，我们只是一个代号啊。当这个小李啊看到了加 S 之后，就按照这个他想象中的那样啊，以及视频里那样直接跪下。然后呢，爬着进了房门。加 S 呢也是连踹了几脚这个小李，骂他这是个贱奴，然后呢让他把这个皮给扒光。那这个奴呢也是很识趣的，把全身啊，包括内裤啊，全都是扒了啊。这时候加 S 冷笑的说你还挺贱的，这么快就一丝不挂了。说着啊，对着这个奴的下面踢了几脚啊，顿时啊。这个奴的下面就开始有点冒水光了啊，然后这个主人又说你见到主人不知道做些什么吗？然后这个小李呢，就是按照他视频里啊或者小说里面想象的那种，又开始直接磕头，一边磕头一边就是数数，然后呢就是属于那种主人不喊停啊就不能停的那种，就这样一直数了210个。磕的这个小李眼冒金星，这个时候终于这个S 就是加 S 喊停了，然后呢一只手托着这个小李的脸，对着小李还戴着就是对着小李还戴着眼镜这个脸说道啊，说你戴着眼镜我打怎么会舒服呢？这个时候小李呢也管不了摘眼镜看不看清的问题了，急忙呢他就把眼镜摘了下来。接着就是这个加 S 对这个小李的几下连环组合巴掌啊！之前呢，他们沟通的时候啊，说是圈养第3种，这个就是刑讯逼供的模式。然后呢，所以呢，他也知道大约接下来要发生什么。正在这时呢，这个加 S 呢开始拿着胶布来绑他的嘴旁以及眼睛，用这个海绵3呀把他耳朵堵住啊。只留出鼻子还能呼吸，并用这个鞭子啊捆绑住这个小李的脖子，拉着使劲就往前让他爬。其实这个时候奴的内心是非常兴奋的啊，被拿捏了嘛，这个时候就开始慢慢的进入状态了。这个东北的 S 啊，普遍都是比较会拿捏这个 M 的心理的。然后呢，他玩的多了，他知道怎么样能让奴更进入状态吧。所以就这样玩呢，接下来呀，这个加 S 就开始对着这个小李的屁股后背就是开始抽打了。
这时候啊，这个小李呢也知道这些情绪啊非常非常有威力啊，就开始求饶。但是因为啊他的嘴被堵了，所以呢他求饶的时候啊只能发出呜呜的叫声。加 S 呢听到声音呢不但没有停啊，反而打得更欢了，越打越起劲儿啊。小李就被打的那个七歪八扭的。这个时候呢，加 S 开始测试他，因为他能不能听到声音嘛，因为他耳朵不是用那个海绵耳塞堵住的嘛，所以测试一下他能不能听到声音。结果呢，发现奴还是勉强的能听到声音的啊，所以呢就把这个眼罩耳塞去除了啊，就是把他那个然后跟那个奴说现在呢主人要给你圣水喝啊，就是直接呢就让这个小李啊带到厕所啊，就是让他叼着一口塞啊带到厕所。带了厕所之后呢，让小李躺下。之前在沟通的时候啊，主人是问过这个小李能不能接受这个黄金圣水。小李呢给的回答是说从来没有喝过。小李呢以为说只要是可能就这样回答的话，就可能这个就不会那么太逼他，因为他从来没有连圣水都没喝过，更别说黄金了。所以呢就是这个小李以为这样只是做样子，就是让他有这种做奴的感觉吧，因为他是行奴嘛，也并没有，确实也之前也没怎么玩过这个厕啊。这个就带到厕所呢，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？这个加 S 啊，直接把屁股对准了这个小李的脑袋，直接就开始上厕所了啊，就是开始圣水了。小李呢也是只能张开嘴去接。其实啊，小李不是没有喝过啊圣水，很早之前呢做任务的时候啊，喝过一次自己的，不过也是间接的，喝完立刻就吃糖啊，并喝水压了下去。但你说他没做过吗？其实他也算玩过一次啊，就是那种自己的，但是跟这次完全不一样啊。这次直接圣水，直接就让这个小李非常吃不消了，咽了几口之后就开始下意识的，就是本能的躲闪，并且呢有一种本能的反胃的冲动，呕吐的冲动。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在加 S 严加呵斥中，勉强的终于喝完了第一次圣水啊。之后啊觉得这次圣水的味道是很咸。随后呢加 S 让这个小李呢洗洗，自己就是洗洗之后呢再过去伺候啊。小李洗完了自己之后呢，加 S 让小李那个跪下，戴上眼罩，双手然后绑上啊，让他就是让这小李屈着身子，然后呢往这个小李身上放了一双鞋吧。这个时候小李因为他的眼睛也是蒙上的，他能感觉到应该是一双鞋啊。说完之后呢，这个就说等回来发现如果鞋掉了，你看我肯定要抽不死你啊。然后呢这个加 S 就离开了。实际呢这个小李呢天生他腰不太好，跪了一会儿就感觉腰他是有点扛不住了，稍微直起了身子，感觉就是往前屈着嘛，那大家能想象那种状态啊，就是直也直不起来，趴也趴不了那种啊。稍微直起身子，感觉后面这个鞋子就开始往下滑，他又赶紧往前屈下去。但是呢这种实际对腰是很难受的啊。坚持了一会儿之后呢，实在是坚持不住了，这个小李呢直接把头往地上一撞，然后形成一个弓形，用这个头拱到地上啊，头拱地，靠头和膝盖啊顶起这个身子。大家可以想象这个什么状态啊，像一个弓形一样啊。这个以前比如说别人欠了钱不还的时候，别人会跟他催债，他说我头拱地也要把钱还给你，或者是我头拱地也要把孩子供上大学，就是这是一个很难受的一个姿势。其实啊，头插在地上，刚开始这样还行，时间久了呢，撑着头也撑不住了，然后呢脖子也特别疼啊，非常的难受，头呢就开始向前滑。因为有眼罩，所以呢小李也记不清沙发在什么方向了，只能凭感觉的方向朝那个沙发那个方向拱。这个时候呢背后的一只鞋子就突然掉下来了。这个小李心想，完了，这下屁股呢肯定要开花。所以呢这个小李呢就赶紧抬起头来，
继续屈着身子。结果这个时候一个重心没握稳，直接整个人呢就趴地上，两双鞋同时都掉地上了啊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小李呢也就最后凭了最后点力气又抬起头来，知道这个是可能一会儿被惩罚呀，肯定是免不了的。然后呢，毕竟他也是一个老 M 了，身经百战啊，也是非常聪明的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就想了一个办法啊，就是使劲趴在地上啊，装成一种脱力了，就是虚脱了那种来减轻处罚啊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门被打开了，走进来一个穿裙子的女人，从眼底就是这个小李呢，从眼底上瞄到这个穿凉鞋的应该是加 S， 所以呢就直接说对不起，加 S 加主人吧。谁知道那个人直接说你喊的是谁？你眼是不是瞎了？然后这个小李呢自喊错了，然后连忙就说啊对不起，雷 S 主人哈。这个因为这个小李说我没有眼镜，所以也看不清，但是高度近视啊。然后这个雷 S 让小李把眼镜戴上，让这个小李呢开始给他按摩。然后小李呢就是从脚小腿一直就是按摩到屁股。这个时候呢他也开始趁机啊给膝盖和腰休息一下。当他捏脚捏得舒服的时候啊，这个雷 S 啊也是赏赐小李可以闻一闻他的下面，并且呀要在放屁的时候啊让这个小李大口去吸啊，就是想一想是比较羞辱的啊。小李呢坐在地上呢就这样开始伺候这个 S， 顺便就开始央求这个雷 S 啊，说能不能换个模式，因为这个刑讯逼供现在还没正式他就已经受不了了，这个刑讯逼供这个鞭打了，说这是你最后一个请求，不允许再有任何请求。然后呢就把这个模式啊改成了一个什么呢，换了一种模式，就是换了一种叫把它当成狗一样圈养的，像真正的狗一样的圈养的啊。狗能做什么大家也能想到啊，它就像一只狗一样。当然捏了一会儿脚之后呢，雷 S 问他渴不渴啊，他也知道主人小李知道主人为什么这样问他呀，所以他只能回答是渴。然后呢就又来到了厕所。这个雷 S 的圣水可比加 S 的圣水要更咸一些，而且呢来得更急。小李呢只是刚开始喝几口呢，后面就是完全是喝不下去了啊。雷 S 也意识到这一点了，就没有立刻，他也觉得毕竟是第一次嘛，所以呢也对他手软了一点，就没有刻意对准这个小李的这个嘴巴，开始对着他的头开始扫射。但是想想也是很羞辱啊，把他当拖把一样。事后呢让这个小李呢洗干净刷了牙，然后呢继续就是等一会儿呢到客厅啊继续去伺候主人。然后呢过了一会儿呢他就是到客厅啊，也就是给雷 S 舔脚。这个时候呢加 S 也就回来了。加 S 回来时候呢，这个小李就爬过去开门。但是呢因为这个小李的这个膝盖啊在地上已经摩擦很长时间了，从进来之后基本都一直是跪的，导致啊他这个膝盖啊已经开始有些地方破皮了。刚才喝圣水的时候呢，那个膝盖呢又沾了一些圣水，所以这个是非常涩的那种感觉。这个时候呢他也爬不快，又疼又涩啊。然后呢给这个主人开门的时候啊又挨了几脚。然后那个加 S 就说你开个门怎么这么慢，然后掏出一只带有痕迹的小丁丁啊，就是内裤啊，让这个奴给清洗干净。怎么清洗呢？自然是让这个小李啊用嘴清理啊，因为这个小丁丁上应该有这个S 的这个分泌物啊，有点发黄的那么一坨啊。然后小李呢就开始用这个舌头开始舔，然后呢舔不掉呢就开始用牙开始就是磨掉嘛。磨掉之后呢就拼命的这个吞啊，这个慢慢的这个大部分呢也就是这个痕迹啊都吃进肚子里。加 S 呢看到这个小李呢舔的比较干净了啊，再次赏赐他那个圣水。
这次圣水呢，因为是第2次了，实际是比较舒服一点了。为什么呢？第一个，他也开始对这个小李呢，这个已经接受好几次了，而且他这个此刻的奴性也比较强了，圈养了这么长时间了。第二个呢，这个 S 的圣水第2次，大家如果有经验的应该知道啊，第2次的会比较淡。如果你去这里也可以跟大家聊一下，如果你是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个圣水的，你想第1次去尝试圣水，可以提前让多喝点水，然后呢，就是释放第1次的时候不要喝，一般释放1到2次之后，第3次或者第2次、第3次味道就会很清淡了，跟水差不多啊，比较容易下咽嘛，而且量也不会说大的特别大啊，就这样呢，这个时候小李呢大多数就喝了下去，然后还是照常去清理一下自己，之后去伺候2位 S 啊。听 AS 说，刚才这个 S 啊，他是出去干嘛了呢？说是出去取狗链子。随后啊，两位 S 找了个好地方呢，卫生间、洗手台下面那一小块地方，大家住过酒店的也知道啊，就洗手台下面那种非常阴暗的那个地方啊，甚至有的时候还有些潮。然后加 S 呢，把链子的一头锁在这个小李的脖子上，一头就直接放到洗手台下面那个水管上，锁到上面。另外呢，找了一个狗盆，倒进去很少的狗粮，也就是十几20颗吧。然后呢，在里面又酿了一泼圣水，吐了几口浓痰，然后对小李说：“这就是你的晚餐了。”哎，这个小李看着这个浑浊的狗粮圣水呢，实在不敢接受啊。加 S 呢，看到这个奴他不愿意啊，他也看出来了，于是呢，让奴把刚清洗完的这个内裤啊，也放到这个狗盆里，让这个小李呢，并且让小李呢就把这个狗盆啊举过头顶，然后对着这个 S 呢又对着里面又吐了几口浓痰，勒令这个小李把内裤完全就是蘸了圣水嘛之后的这个内裤啊，完全塞到嘴里，并且用胶布封死。随后呢，就把奴赶进这个洗手台下面，让这个小李学着像狗一样的姿势啊，就像狗一样蜷缩在这里面，就像一个看门狗一样。嘴里呢，当然是含着这个圣水小丁丁了啊，并且要求他呀，凡是身体任何部位都是不能超过洗手台的这个边界的，就是他只能在洗手台下面，不准许出去。只要一越界就是一顿抽打啊！最后呢，更是接了一杯这个凉水，直接洒在这个小李的这个伤口上啊，让小李瑟瑟发抖，缩在里面不敢动弹。随后呢，家人 S 呢关掉这个厕所的这个灯光啊，关紧这个房门，厕所也变得漆黑一片。2位 S 也离开了酒店出去了啊。他们出去之后呢，这个厕所里面其实呢又黑又冷。这个小李嘴里还塞着灌有圣水的这个小丁丁啊，然后呢，小李的分泌的口水呢，也被这个内裤吧，也是吸收很多了，吸收走了，他的口腔就变得非常干燥。吸收口水呢，也是只能努力的吸这个，就是嘴里有多少口水都被这个小丁丁给吸走了。然后他想有点口水呢，就只能拼命的吸这个内裤。另外呢，把这个内裤里的圣水啊一并吸进喉咙啊，就是这2个 S 呢非常会拿捏这个 M 的心理。真正玩意儿并不是一来就是一顿抽打啊，就是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，让 M 崩溃臣服于他这么一个过程啊。所以呢，他们比较了解这个 M 的心理啊，怎么会拿捏这个 M 啊，这都是一个心理过程啊。搞的这个接着讲啊，搞的这个小李呢口腔遍布了是这个 S 的圣水味道，或许是比较累了，这个小李呢就蜷缩在洗手台下面，他不敢出来啊，不知不觉呢开始就有点睡着了，有点迷，就是说也不算特别睡着，有点迷，就是迷笼之中了啊。大约也是过了1个多小时，大约8点多了，然后2个 S 终于回来了，听声音还带来另一个 S， 就是3个 S 一块，这个时候变成了3个 S，2个 S 又变成3个啊。这个小李呢，这个时候暗中呢很开心啊，觉得非常值。2位 S 呢带来新的 S 参观了一下这个小李的这个暂时住所，并且呢发表了一些评论
评论的什么呢？就这个新来的 S 觉得两位 S 对这个还是对这个奴太好，就是说怎么没有把他这个双手双脚都铐上啊？就是说这个说明这个 S 更残忍啊，更冷血。3个 S 呢，随后呢就开始在这个客厅啊开始吃晚饭，并且这个时候加 S 过来，把这个小李啊手啊背啊就是背铐住，放到后背铐住，并且又往奴身上浇了一身的冷水，就是他让他在那个卫生间那个洗手盆下面啊。这个明显可能刚才这个新来的 S 说对他太好了，所以这个 S 呢又过来收拾他一下，这一下就把这个小李冻得浑身颤抖啊。然后呢又等了一会儿呢，这个加 S 又过来打开嘴巴，让他把这个内裤吐出来，然后说让这个奴啊去吃晚餐啊，说那个吃完了之后啊就放开他。这个时候小李呢就是其实又累又困又饿啊，当时是很开心的。结果到一看呢，原来是这个狗粮在圣水的浸泡下已经开始膨胀了，就不太像狗粮的样子了。这个，然后小李的这个双手啊是背靠着啊，又低不下头来，索性就爬在地上去吃食物啊。然后呢，这个几个 S 呢也是一人一口，就是一嚼过的这种饭菜呀，就吐到地上让这个小李吃。小李呢因为饿了久了，吃的是非常津津有味，不舍得浪费一点，把主人们赏赐的东西吃得精光啊。这个加 S 呢这个时候给这个小李呢解开背铐后，就是解开那个手铐之后啊，让这个小李先到厕所找个舒服的角落先休息一会儿，之后呢又去接了2瓶带冰块的水，就给小李又来了一个透心凉。小李的这下冻呢真是开始打摆了，身上直哆嗦，甚至牙都开始打架了啊。再过了一会儿啊，这个加 S 呢才打开锁链，让他去客厅伺候，就是一直在折磨他，让他精神崩溃啊。让小李呢用嘴巴叼着垃圾袋去干啥呢？去接住各位 S 要丢的垃圾，就把它当成一个非常怎么说呢，非常羞辱的那么像垃圾袋一样的啊这么一个角色。然后呢新来这个 S 呢让这个小李呢把眼睛闭上，不让他看啊，他就是一个相当于就是一个垃圾袋，所以呢眼睛都不让他睁。小李呢内心这个火呀，心想你又不是我的主人，你命令我干啥？但是呢看到其他2个主人呢没有反对，所以呢这个小李不敢反对。期间呢那个雷 S 呢又赏赐了他2口这个烟灰和1颗这个草莓1片哈密瓜等啊。然后呢雷 S 呢吃完了，就让这个小李继续做这个尿壶。这次雷 S 的圣水会比较慢的啊，他也是慢慢的开始接受了啊，大部分也都喝了下去。小李不过呢味道还是非常咸，觉得还是加S 的这个圣水的味道还是小一些啊，更容易接受啊。然后呢刚解完这个圣水啊，雷 S 马上又说要黄金了。这个时候这个奴吓的啊直接摇头表示接受不了，但是雷 S 说接受不了你就张嘴接着，不吃你要接着，这个是很霸道的那种感觉，命令的口吻。这小李呢也感觉就是好像就是也没有办法了啊，就只能听天由命了。这个雷 S 呢就站在这个马桶上面啊，小李呢头贴着马桶底，大家想象那个姿势能想象到啊。然后紧接着就看到黄金从这个雷 S 的下面排了出来。说实话啊，这个黄金呢排出来的气味是非常非常臭的，不过到了嘴里呢又没有什么感觉了，就像那个臭豆腐一样，闻着臭吃着香。这个不香呢，但是也在嘴里的没有什么那种臭的感觉，就是闻起来会有那种味道啊。然后呢这个小李呢中间咽了几次口水啊，就差一点把黄金也就咽了下去，慢慢他就有点能接受的那种感觉啊。然后呢 AS 来完了之后呢，也对着小李的这个嘴巴里也吐了几口口水，然后让小李把嘴里的黄金呢吐到这个狗盆里啊。然后这个紧接着这个小李啊觉得这个黄金的味道不可以闻还好啊，就是把这个嘴里大头黄金吐了进去之后啊，就是
就开始清理脸上这个剩余的黄金嘛。在冲水清理的时候啊，就是那种大家能想象到那种气味啊，就是让他非常受不了，他的胃就开始吃不消了啊，就是很难受。小李呢本来呢就一直在这个喝圣水，还有一些嚼过的这个饭菜，所以呢他一开始反胃嘛，连续吐了2波，差不多把之前呢饭菜和喝他的圣水全又吐了出来啊，又还回来了啊。这个小李呢把自己清洗过后呢，这个3个 S 呢也是可能要出门了，又把小李锁到卫生间那个下面洗手台下面。这次呢就是没有堵他的嘴，但是呢这个厕所里没有干的地方了啊，所有地方都是水，并且呢客厅还开着冷空调。小李本身就冻得要命啊，大家想一下，客厅上开着冷空调，这个小李在厕所里躺着，简直如坠冰窖，身体散发的这个热度啊，就是在这个冰冷的地砖上啊，就是消耗殆尽了。因为几位 S 临走的时候前呢，什么都没说，所以呢，他也不知道今晚上还回不回来，或者是什么时候回来。一想到啊，要在这又冷又黑的这个厕所待上1夜啊，他简直连死的心都有了。当时他就萌生了一个想法，就是退役啊，就想等2个 S 回来之后啊，他就要提出结束这次圈养。后来呢，实在吃不消了，他就开始在厕所实在吃不消了，又闷又热啊，他就斗胆的把厕所门打开了一个缝，让客厅的光也透了进来一点啊。另外呢，他用厕所这个卫生纸啊，请点赞和订阅，这里是为您持续输出精彩故事的宝藏频道。如果您想听什么特定的故事或者催更，请免费订阅我，在评论区留言。下期节目再见。